早上好呀，朋友们！我们这儿昨天晚上又下雨了。昨天我跟于双双我们两个炸了一点草，然后天气特别好，晴天。然后昨天晚上喂牛的时候也是晴天，天气特别好。然后那个草垛我们没有蒙。昨天晚上莫名其妙的又下雨了，把我们这个草又给浇湿了，难呐！然后我们家大种芒子，大种芒快吃完了，它们。我们这个草垛又有一点草被雨淋了，防不胜防。心想着说天气好晾一晾，要不然里面特别热。然后莫名其妙就来场雨。这点草我们得省着点用，就是尽量不让它浪费，因为现在这个草长得飞起。我们这儿最近这种稻草，就是像我们存的这种成捆的稻草，好像都已经涨到1200-1300左右一吨了。然后那个炸好的草块接近1500了，非常贵。就是尽量用这些草，然后尽量不买，但实在是不够的话，后期还要买一点。就是现在南方的朋友们种两茬庄稼的，可能已经有小麦秸秆了，新的小麦秸秆。然后我们这儿因为是一季庄稼，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等我们家这个玉米秸秆，就是玉米有部分玉米好了，我们就开始喂玉米秸秆，跟这个草掺着喂。尽量是省这个粗饲料吧，太贵了，买不起啊。然后这两天我们发现了一个情况，这个牛瘦，然后吃草刚添草的时候还行，后期吃的就开始变慢了。这个牛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可能肚子里面有铁呀，胃里面有铁呀？现在没有其他症状，一切都正常，反刍次数可能稍稍少一点，肚子瘪，吃不起肚子了。有没有必要给它做一个取铁呀？最近朋友们最关心的就是我爸妈那边的牛的这个肺炎的情况控制怎么样了，是吧？昨天我们打过电话了，控制得很好，就是整群的状态已经恢复了，然后就是持续发烧的这些牛也基本都控制住了，但是还是有个别的几个牛会咳，然后会发烧，但是不多了，就是基本问题已经很好了，已经没什么问题了。这个病也算基本就控制住了，然后过几天我们会抽时间回去，给大家拍一下都用了哪些药，就是那个兽医大哥给留的药。然后如果说大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去参照着去治疗一下，对吧？毕竟这边已经有一个，就是已经实践过了，就是效果应该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朋友们，在这个夏天，在这个天气热的时候买牛一定要慎重，对吧？一定要慎重。虽然说这个季节买牛相对可能会便宜一点，但是问题也确实多。朋友们，像我爸妈这种是老养殖户了，他们的经验要比咱们这种新手要就是充足的多，他们处理起来还是那么棘手，对吧？还是不那么容易控制的。如果是像我们这样的新手养殖户，可能遇见这样的问题，如果是你发现的不太及时，或者处置的不是太到位的话，很有可能会伤牛，对吧？虽然说你买牛省了点钱，但是你伤2头牛，对吧？拿多拿少啊，所以说慎重，新手一定要慎重。还有一个大家也是关心的问题，但是我们一直没跟大家说，就是我爸妈上批牛卖了多少钱，挣了多少钱，对吧？为什么没拍这个视频，没跟大家说呢？因为我爸妈是那个老养殖户了，这个账都在他们心里，就是他们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账，就是他没法具体的核算每一头牛的成本，它只有一个大概的数据，然后大概的利润就是在1500左右，不准确，朋友们，所以我就没跟大家说，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比较严谨，对吧？多了或者少了容易对你们产生误导，但是好多人问，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大概每头牛的利润就是1500左右，但是不准确，上下有浮动，但是浮动不是太大。观察一下这个牛喝水怎么样，吃草吃的相对较少，排便也相对少，相对于别的牛来说也少。看看喝水怎么样？我怀疑这个牛是有铁。喝水还行，还行。喝水状态还可以，就是吃草的时候，第1槽、第2槽吃，第3槽、第4槽吃的就很少，
特别慢。你说我给它弄点盐啥的行不行？不是那个道理，我觉得没有用。你跟别的牛一样喂，别的牛能吃，它不吃，它就是有问题。别的牛吃饱肚子是这样，是这样，它呢这样。朋友们，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有铁？怎么处置它一下呀？各位，懂的朋友们可以帮帮我，告诉我一下怎么弄它。于双双有一点感冒了，嗓子不太舒服。然后我在评论区等你们的答案，朋友们帮个忙，告诉我一下怎么弄。然后今天就跟大家更新到这儿了，拜拜，拜拜。